啊，這是特斯拉，好，這是比亞迪啊，僅僅2年左右的時間啊，銷量逆轉。老挝延伸到泰國去，帶動經濟成長的規模，會讓你們感到震驚。就在中南半島上的這些共產國家，它慢慢都走向了所謂的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改革開放的這個路線哦。同樣都是共產黨，老挝的狀況跟朝鮮的狀況剛好截然相反哦。中蘇競相援助北韓的這種人造的繁榮，那麼一落千丈之後，他有一條路就是模仿北京改革開放，可是他不敢做。金日成甚至于不是北韓的民族主義運動當中的主要人物。你一旦改革開放，這個絕對權威就會受到一些挑釁。我必須是透過家族杜絕了外來干涉的一個機會。朝鮮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決定未來方向的3中全會還沒有達成共識，一直推遲到現在，使得這個中國的社會面臨危機。像在鄧小平的時代，乃至於江澤民、胡錦濤的時代，都沒有辦法預見到現在會碰到這種瓶頸。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歡迎收看《後來座談》，我是主持人歷史哥李修。我們今天繼續來專家講壇啊，比亞迪啊，中國的電動車的代表啊，已經超越了特斯拉的銷售量啊，全年生產的車子呢超過了300萬輛啊。有人說這個認為是中國經濟的新崛起的一個代表啊。可是與此同時呢，也有人討論說，奇怪，這個中國今年3中全會啊，好像從去年到今年好像還沒有開啊，到底中國模式到底是能不能夠繼續示範呢？其實這就回到一個我們一直很想討論的問題啊。上次我們聊到了這個越南哦，包括俄國，他們過去都是共產國家。那共產國家的現代化之路怎麼走呢？好，那透過呢中國這個經濟上的這個轉型的過程當中呢，我們今天呢再借着比亞迪呢往上衝這個經濟轉型的這個脈絡，我們再來看看另外2個現在還是共產國家，那分別是中國2個鄰邦，一個是北韓，好，或者我們叫做朝鮮或北朝鮮。另外一個呢是寮國，或我們稱為老撾。那我們知道最近北朝鮮呢，這個或者說北韓啊，这個領導人金正恩啊，又在國際上大殺四方，還首先嗆啊，這個跟韓國說，我們已經是完全2個國家了哈，然後我可能要和平你哦，核彈的核哦。原本他們都是男主繼位啊，哦，那接下來搞不好他的女兒金主愛來繼位。只能說金正恩啊，這個用句網絡術語叫整活大師啊，好，那同時呢，另外一個很低調的寮國啊。我說低調發大財，為什麼呢？中老鐵路或者叫中寮鐵路啊，老撾呢，因為這個鐵路的開通啊，一開始很多人唱衰他說這個是債務陷阱啊什麼，結果沒想到運量不斷的攀升啊，創下了新高哦。他也要走上改革開放之路了嗎？可是北韓沒有走上改革開放之路，那到底是什麼樣的歷史背景脈絡，還有整個地緣政治的發展，使得這2個共產國家呢，一個效仿中國開始來做經濟改革開放，另外一個呢走上了完全自主的道路啊。那當然也可以映襯，就是說現在有一些西方的觀察家，或者是這個台灣的一些評論員，就常講到說，中國現在正在走倒退之路，好，他不要再改革開放了啊。我想啊，這一些模式的探討跟互動，可以來好好的聊一下，好，那也可以來檢視一下。好，那關於這麼複雜的議題呢，我們來請教誰？我們來歡迎呢吳乾老師。好，大家好。首先，我们先从这個破題吧。好，比亞迪全球銷量破了300萬輛哦，非常驚人啊！300萬輛呢，全球同比增長62%，那總共到了302萬輛啊。另外呢，它這個電動車就 EV 啊，好，那跟轎車呢實現了這個銷售額啊，而且呢，它的增長勢頭非常兇猛啊，乘車 EV 當中增長了73%，整體呢，已經擴大到了跟這個 Suzuki 啊，這個2022年的銷量相當的規模，也就是說，它已經不是只是單純的所謂造車新勢力，它已經是完全的自成一格的啊！而且重點是它一直不斷推了新的牌子，然後整個產量也在上升，海外銷售佔比呢也現在也佔到8%，也就是說，慢慢的從中國又在走出去了。很多人都覺得非常驚訝，就把它拿來跟特斯拉比較嘛，這是特斯拉，好，這是比亞迪啊，這個車還真的是。這個模仿這個特斯拉哈的這個挑戰啊，因為其實挑戰者常常是這麼做的啦，只是能不能超越呢？哈，現在叫做比亞迪無敵啊，因為呢它的銷量超過了特斯拉。我們就以2023年10到12月來做一個銷量，特斯拉是48萬輛啊，比比亞迪的52萬輛還要來少啊。特斯拉跟比亞迪的開戰也開始了，而且比亞迪現在也開始漸漸推出一些高價的一種品系啊。哇，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這個增長哈，這個藍色的是比亞迪，灰色的是特斯拉。這是2021年1到3月，到了2023年就僅僅2年左右的時間哦，21到22到23年底哦，
就產生了所謂的銷量逆轉。當然了，整體的這個成長率正在下降，因為畢竟這個市場不是無限大哦，逐漸進入了深水競爭區啊。學長，你先幫我們評一下，就是說中國這一波經濟的轉型其實蠻明顯的哦，慢慢的就從過去所謂的純粹世界的工廠變世界的市場。那另外還有就是它的產業的分布也開始在很明顯的變化，甚至可以來跟像美國的最強電動車企業特斯拉來掰掰手腕。這種趨勢哈，它其實跟中國經濟的一個變化有關。中國經濟呢，從改革開放開始的前大部分的時間啊，它主要是靠一個大量的生產以及廉價銷售這種方式推向世界。轉型關鍵是它在創新、核心技術還有整個產業鏈的聯通上面有了一個新的突破。也就是電動車的技術方面，它其實是領先世界了哈。其中最重要的核心技術是電池啊，甚至包括特斯拉的電池等等，在對於中國的電池都有一定程度的依賴。當然，這個模式也就帶來了這個不是說全都是好處了，就是說這個之前的這種以量這個來佔領世界的一個模式啊，對於當前的中國經濟而言，也還不是能夠完全擺脫的，是因為中國的整體的人口，還有勞動人口的這種所受的技術訓練這個結構，它並沒有發生很大的根本改变，所以你要養活這些人，那你的經濟還是要去面對我一部分還是要依賴量這樣一種狀態。在比如說電動車的一些新的產業，電池產業哦，是高歌猛進的時候，很多人說，哎，那中國經濟不行了。其實就是剛才學長所提到的，它是一個在面臨一個轉型的一個部分。是講到轉型，就很多人說，那你三中全會怎麼到現在還沒開啊？哈，因為已經進入2024年了嘛。那上月公布時間，20屆的中紀委第3次全體會議快要召開，可是很多人奇怪，2023年下半年奇怪，20屆第3中全會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開啊？因為自13屆3中全以來，過去多年3中全都未曾出現像今天延遲這個狀況啊。那有人說，在改革開放這45年的這個當下呢，越來越複雜，中國發展的困難挑戰也變多嘛，所以就希望這個3中全會召開，到底改革開放的方向接下來要怎麼走？就中國的現代化的下一步，我們知道現代化還有再現代化，它是不断在發展，因為各國都在往前發展嘛。那對中國來講，這麼大的體量，這麼多的人口，那下一步要怎麼來走啊？學長你怎麼看？就是說3中全的推遲真的是跟經濟發展的路線要做一些檢討，還有現在遭遇到這種困難有關係嗎？是有關係的哦。剛剛我提到這個關於比亞迪的狀況有關哈，可是比亞迪它是不是能夠引領那麼大規模的中國經濟完全轉型？這現在看起來還是沒辦法做到的。那現在大部分中國人的生計呢，其實跟當初依靠量的以及低價的這種形態沒有完全脫離。當它受到美國的遏制扼殺的時候，那麼很自然，它會讓中國進入某種困境裡面。那這個困境呢，其實是像这個中共的前總理李克強所說的，他發現中國有非常多高比例的人口，他的每月的所得1000塊人民幣以下。這種狀態呢，其實是跟中國大陸所實行的改革開放，它的一開始的設計有關係。這個改革開放依照鄧小平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他的設想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帶動全民的富裕。可是呢，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變成真的，但是全民是不是都富了？這個最後實際上沒有完全達成的啊。那麼依照當李克強這個前總理他自己所信奉的這個自由經濟的理念，其實他這個自由經濟是這個完全市場化的經濟，它是推動一部分人這個變得非常非常的富有，但是呢，它就擴大了貧富差距。那麼這種擴大貧富差距的狀態，使得這個中國的社會面臨危機。所以我想後來就是當這個習近平所提出來的中國式現代化，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去平衡這樣的一種所得差距跟社會鴻溝的擴大啊。那這樣一個設想呢，其實它又帶來了一個矛盾，就是說，當我要推行中國式現代化的時候，這個經濟的動能又會有所降低。就是說我原來依靠這個廉價產品，我需要去壓榨低所得的這種勞力的這種狀態，能不能持續下去？那我如果去考慮這些低所得的人群，我的經濟的動能又會減緩。所以我想是現在碰到一個這個瓶頸啊，就是我這個結構究竟往哪個方向去
轉，我哪裡是一個我真正發展的這個平衡，找到這個平衡點，我想這是一個挑戰。這個在我的感覺當中哈，就是這個決定未來方向的三中全會，一直推遲到現在，跟這個目前的這樣一種瓶頸狀態有直接關係。等於說，中共高層目前他們近期還在討論我要怎麼定這個調，因為我們知道。中國的一個對外的開會，其實是他已經完成定調，就事前的準備工作是很重要的。到會的當下，其實只是把我們事前所決定的東西所呈現出來。所以這個很多跟我們一般可能在理解的時候，其實是倒反了。你現在不開會是你遇到問題，不，我正在解決問題，所以我現在不能開這個會，因為我事前有很多我自己的會要開。對，是可以這麼解釋嗎？是的，是的，就是說依照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稱的這個全過程人民民主哈，它一定是事先磋商的一個階段是最重要的，最後會議它其實是儀式性的哈。那麼顯然這個在事先討論的這個階段還沒有達成共識啊，就非常因為這個議題實在是非常非常大，現在這個瓶頸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我想在鄧小平的時代，乃至於江澤民、胡錦濤的時代都沒有辦法預見到現在會碰到這種瓶頸啊。這個可以說是一種全新的挑戰。我可不可以說，是因為中國的現代化的推進速度遠遠超過中國歷任領導人們的設想，所以在這個制度結構上的調整，要能夠跟上經濟的那種快速發展的脈絡跟需求，還有整個結構的變化，其實是要花很大力氣去克服，所以也導致說，現在其實在治理的定策方面，其實是應該說又有挑戰性。從一個角度講是這樣子的哈，我們看到近代中國的這些領袖們。我想除了毛澤東之外，其他人都有一個特徵，叫做摸着石頭過河。对，我們如果去看一下10幾年前、20年前中國人的預測，他們會覺得說，達到現在這個狀態，可能要到2050年乃至2060年以後。他沒有想到現在就已經做到這個樣子了哈。那麼做到這個樣子以後，他整個的社會其實也開始發生非常大的改變。這個社會的改變呢，也是他沒有辦法預期到的。比如說關於這個言論這個方面，他沒有開放傳統媒體的情況下，他透過網絡媒體已經發生了無比巨大的改變，而你要去管制網絡媒體，讓網絡媒體在一種有序的狀態下去這個運作，它也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個是西方也沒辦法做到。這個中國之前跟歐洲要就是簽訂投資協定嘛，是。那後來這個投資協定失敗，但是現在呢又反過頭來，這個中國開始跟比如說那時候法國、德國各自在接觸。我突然就有一個想法是，中國自己也沒有想到說我的發展快到變成說，在歐洲我可以個別接觸了，就是它的抗受性什麼的，比他自己預料的還要來得更加的強。可是又有一個問題是，當這個比你來的強的時候，那你面對的社會問題就更加明顯了。是，對啊。所以我想這個就呼應了剛才徐亮所提到這個問題哦。那中國的改革開放模式接下來會怎麼走？我們再找時間，我們可以繼續來探討。因為等到三中全會開完的時候，也許我們有個更清楚的方向。可是中國的鄰國有好幾個國家都是共產國家嘛。是。那中國是叫做具中國特色之社會主義啊。好，那我們上次聊了越南，我們今天來聊聊另外一個鄰居吧。好。北朝鮮，好，來，好，這一位我們大家都很熟啊，金正恩，對不對？這網絡混號金三胖。當然，大家很多人可能對整個朝鮮比較不熟悉啊，我們給大家稍微看一下地圖啊。朝鮮的這個半島它是這樣子了，好，這裡長白山，這裡接中國東北，這裡有一段小小的邊界跟俄羅斯相鄰的，然後它有北部的蓋馬高原嘛，好，然後這一個等於說這是它類似它的山脈山脊啊，是這樣子的。那南北韓就這邊為界嘛 ，OK， 好，那這大家也可以看到啊，這個包括它的整個這工業的一個分布。因為最近金正恩啊，兩韓敵對永遠無法統一啊，怎麼回事呢啊？金正恩在這個去年底的時候呢，他就召開了他們的中央委員會第9次的會議啊，那他就說呢，兩韓是敵對和交戰的兩國啊，永遠無法統一，朝韓不再是統一民主啊。那兩韓對祖國統一已經看法截然不同。朝鮮共產黨回顧啊，朝韓關係呢無法實現統一，所以呢這個首要敵人啊就是你南韓，而且你呢這個勾結外部勢力，對吧？你要尋求我們崩潰，我們不能重蹈覆轍，甚至一度嗆說呢，好，這個我用核子武器啊也是可以的。那到底為什麼金正恩撂這種狠話？其實我們常常講到北韓，就一直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同樣都是共產黨，它的現代化之路好像非常的遙遠，它的軍事上非常現代化，它可以打核彈，可以打氫彈，可以射12000公里的洲際彈道飛彈，可以打到美國本土，但它整個社會
整個發展似乎是停滯的哦。希望你怎麼看？就是說金正恩這一番發言，似乎還是沒有辦法解決目前整個朝鮮的問題，因為韓國已經是完全現代化的國家，而且它已經是已開發國家，那你怎麼看呢？朝韓關係裡面，它有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實力對比的問題啊。對，其實這個雙方在他們的從日本殖民統治下面獨立之後，就面臨一個統一問題。當時南北雙方哈，在1948年建國的時候，其實雙方都是在自己的憲法裡規定，整個的半島都是他們領土範圍。對，也因此爆發了這個韓戰。韓戰一開始不是國際戰爭，是它內部戰爭。儘管統一戰爭最後是等於是以平局結局，就沒有進展，等於沒有進展哈。沒有進展之後，雙方都是在法律上把這個對方的領土定為自己的領土啊，所以他雙方界定自己是分裂國家。可是这个分裂国家他們的實力對比在逐漸發生變化。一開始北韓的人均所得，還有即使是整體實力，也不遜於南韓。這個人均所得是超過南韓，人均所得甚至於有一段時間曾經在1960年代末70年代初曾經是亞洲第一啊，超過日本的。那麼可是這種狀態基本上它是在中蘇競相援助北韓的情況下形成的啊，就是北韓的這種繁榮，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人造的繁榮。那麼當南韓進入當時由美國率領日本第二的這樣的一個雁行的這種體系之後，它的南韓的經濟逐漸崛起，它跟北韓的差距逐漸拉開之後，大概是在10幾年前達到了北韓的30幾倍，那麼到了今年為止呢，大概已經到了北韓的100倍。那麼如果把人口問題考慮進去，就是說南韓的人均所得是北韓的50倍。哇啊！那麼這種差距啊，使得這個南北韓在面臨統一的這樣一個態度上就出現了差別。在1970、80年代的東西德，其實針對統一的問題就出現了一種態度上的微妙差異啊。當時東德的執政黨呢叫做德國統一工人黨，可是呢，他們已經開始不想統一了，因為他們知道，就是如果統一的話，結果是被統一。對，結果被統一，他要保持他自己的這個自主性的話，他就發明了一個理論，叫做社會主義德意志民族這樣一個理論。他說，我們跟資本主義德意志民族其實已經變成兩個民族。這種情況下，我們要走我們的社會主義道路，我們不要跟你資本主義合在一起了。這種情況下，其實他受到蘇聯的質疑。蘇聯當時是布里茲涅夫對於這樣的一種東德的共產黨的德國統一共產黨的宣誓，他說這個是不通的啊，他就把它壓下去了。但是當時這樣的一種狀態，其實跟今天北韓一樣，就是說北韓他們一直在強調我要南進，我要統一，可是他知道這是口號，他沒有辦法真的實現，至少在和平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實現。在和平前提下面，他的統一只能是被統一。南北韓的關係現在在尹錫悅的主導之下變得非常壞了哈，變得非常壞。那麼他必須要強調這件事，就是南北韓之間的敵對關係，並且他不是同一民族。這一點不是同一民族這樣一個宣誓，跟當時東德的宣誓應該是非常像的。他沒有明確像東德那樣去表明說我不想統一了哈，他顯然是在表示說我們統一就有一種可能，就是我主導統一。我現在這個真的實力不在經濟，而在軍事啊，我可以透過這個和平的方式來這個達成統一。他的肌肉在這裡，所以他很有必要這樣子去展示，不然他這個別的籌碼也沒有。所以我倒是不想去譴責他是去窮兵黷武，因為對他來說是在經濟對比有這麼大差異之下的唯一選擇。不然的話，他只能任人宰割了。那麼至於他的經濟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哈，這個在一定程度上是跟他們的政治有直接關係的。也就是說，我們知道在1970年代乃至於到了1980年代，北韓的經濟其實不是很差的。那就是如果從人均所得的角度，它比當時的中國要高很多，他們日常的生活也比中國要好。可是後來呢，中國實行的這個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這個政策之後，其實這個一部分鄧小平的預言實現的，就是說我水漲也船高了，就很多人變得很富，但是普通過不下去的人也可以過得下去了，變成這樣。儘管貧富差距落差很大，是沒有溫飽問題了哈。可是呢，北韓的經濟在這個當這個冷戰結束之後，中蘇都停止了對他的援助，他的經濟就一落千丈了。那麼一落千丈之後，他看起來有一條路，就是模仿這個北京做改革開放，可是他不敢做。最大的理由是改革開放你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就是政治的透明。
我們知道今天呢，中國大陸的政治並不像西方那樣透明，但是它也要比過去毛時代透明太多倍了。那麼它之所以可以承擔這個代價，原因是它很確定說中國共產黨不會被推翻。北韓呢，他很害怕我改革開放打開窗戶以後，蒼蠅都進來了，這可能鋪天蓋地把我蓋起來了。北韓跟中共的共產革命的源頭形式都不一樣。中共呢他們是透過一個農村包圍城市這樣一種草根的革命，他們其實很早就脫離了蘇聯的主控啊。可是呢，北韓的這個朝鮮勞動黨成為北韓的這個執政黨建立他們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基本上是蘇聯扶持。那麼這個蘇聯扶持的程度，就是說當他扶持當時的金日成的時候，金日成甚至於不是北韓的民族主義運動當中的主要人物，甚至于不是主要人物是曹婉植所以他的權力基本上是来自于蘇聯的授予。這種情況下，他就非常有必要去維持他自己這個統治當中他自己的主導性。就是我自己一個個人觀察，我有專利我這個開玩笑，我有專利，就是說我認為他為什麼要採取這個血統的這個家族的血緣的傳承，就是他要避免這個外來干涉我必須是透過家族來確定他的這個忠誠能夠延續下去。這種家族的忠誠就是杜絕了外來干涉的一個機會我們知道，在這個1950年呢，尤其是1956年呢，中蘇都曾經介入北韓內部，他對於金日成的所謂這個領袖崇拜這個極權主義的一個指控裡面，當時呢，中共還有軍隊。中國人民志願軍20萬人住在北韓，儘管後來這個政變沒有完成，可是金日成非常忌惮外國人對他的干涉。你看我旁邊還住着外國軍隊，就為什麼他要迫使中國人民志願軍在1958年完全撤軍怕又來一個袁世凱。是。那麼蘇聯呢也曾經干涉他，就是你不能把裡面這個莫斯科派都整肅掉了對。那麼可是金日成堅持這樣做，堅持這樣做了以後，他確定了一件事情：我不能把我的位置傳給黨內的其他同志，其他的同志都可能跟蘇聯或者是中國做某種妥協，不管傾到哪裡去，我自己的國家的獨立自主就沒有了。那這種情況，他必須去採取這個協同繼承的關係，而這種繼承我們看起來非常像之前這個朝鮮李朝高麗那個之前王朝的那個王朝概念，所以它真的是個 dynasty 的概念。是概念。我自己倒不是說我對於這個協同繼承，就是說君主制，我沒有太大惡感。那麼我們看這個脈絡有這種合理性的話，那你看到就是說現在金正恩的女兒金主愛的出現，其實也不太令人意外了。這個韓國最近情報機構他們在研判說，金正恩的女兒金主愛可能有力接班人，但是我們知道韓國是一個非常父系的社會是所以這話一出的時候呢，大家就覺得蠻震驚的。這個是韓國的國情院院長這個提名人叫金泰庸他在向國會報告的時候呢，他去提到這個金主愛呢，那進入公眾視野以來呢，朝鮮給他的禮遇看起來真的是接班人的待遇就有點像當年金正恩爸爸到哪裡就帶着兒子到哪裡那這個韓國的這個情報院國情院的這個提名人的這個趙泰庸呢，他也說金正恩現在還年輕，健康上面是沒什麼問題難得韓國人終於說實話因為他們之前動輒說金正恩又中風了金正恩又怎麼樣了，但現在他既然這樣講，其實金正恩真的還蠻健康，是還沒什麼問題所以會不會有很多變數我們不知道，但回過頭來剛才學長有提到的就從血統論來說，金主愛絕對合格。這亞公把郎生我個沒在相信，是真的，一模一樣。這個照片的時候就出來，我今天把它並列在一起1代、2代、3代、4代，真的有可能這樣傳承嗎？然後我剛才聽學長講說，我有一個很大的感受是說，他的民族主義竟然跟他的血統王朝綁定在一起，是。這在世界上也沒有找到幾個國家這樣幹的，而且它還是一個套着共產黨體制外皮的一個國家，所以北韓的這整個政治體制是不是跟它現代化就出現了一個很強的衝擊性呢？當然，這個政治狀態也有一定歷史因素，因為那個我們看到半島的政治，它一直受到比如中國元明清的一個主導，他們覺得這是一種屈辱他們想極力避免這樣一種結果。那麼把它的獨立自主當做一個核心的話，很自然。面臨改革開放這樣一種有非常大的挑戰性跟風險的這種狀態，他們一定是
非常這個戒慎恐懼的啊。所以我們看到現在金正恩主導下的北韓，其實它允許一定的市場開放的，就是它內部它是比如說消費，它在正常的國營消費的管道，它是有一些私營的攤位啊、商店啊，那麼它也可以去買這個所謂非官方供應的這個商品，它也可以增加进口哈，那麼他們也可以在這個正常的薪水之外，還有其他的獎金啊，他們也有責任制這一類的這個機制出現，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引進外國資本，也不讓內部發生整個像股份化這樣的一種改革。那麼只要這個沒改，它的經濟的效能恐怕是沒辦法提升了啊，這個没法提升，就是說惡性循環了。也就是說，你只有改革開放才能夠累積資金，再做技術進步，再建立這個生產體系，然後再出口等等，這一切在目前的北韓來說，那麼恐怕都很難做。所以呢，那麼我想它这個重點是兩個，第一個是我要保證我這個血統，它叫做白頭山啊，這個革命血統的純正啊，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就是先軍主義，就是我要保障我的這個國防能力，或者是对外的這個威懾能力的一個強大，用這兩個支柱來保障它可以生存下去。那麼這樣子，我們就想，這個改革開放如果是沒有做到相當的程度的話，它恐怕是沒有用。就是因為我已經把我的家族血統跟我的民族獨立綁死在一起，跟國家的繁榮綁死在一起了，那就他想傳給金主也可以傳得下去。理論上應該也可以傳得下去。只是當然也有些變數，就是我們不能確定，是因為金正恩當年的繼位也不是第一，也不是首選，包括金正日，他還有2個哥哥也不是首選，金正恩也是一樣，金正恩本來他的哥哥就是後來死掉的那一位，在馬來西亞死掉的那一位金正男，金正男他是比較優先的，但是後來金正男也是失寵了。我們現在不能確定沒辦法確定金正恩究竟有沒有男性的後裔。也可能有，就是未來會發生什麼變化不知道。假設他繼位了，這在目前已經社會發生了一定程度變遷的北韓，也不是不能想象的。就是說，在北韓的這個女性的地位固然他們有整個韓民族、朝鮮民族的這種男尊女卑的傳統還在，但是他們對於女性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是超過南韓。這是因為是社會主義的關係，是，因為社會主義講究男女平權，是。但是沒有想到是說，我們今天把這個脈絡給扒開來看，原來北韓沒辦法改革開放，走中國現代化模式的一個邏輯，是因為跟他的整個這個政權的基礎邏輯是衝突的。是，這個衝突竟然是因為我必須得透過世襲來保障我的民族主義，然後我的民主獨立，我的國家的完整性。可是，一方面呢，我不能現代化，又反而危害到我國家的發展，這不會打架嗎？对，北韓把這個民族獨立、民族尊嚴放在這樣一個地位上面，並且他把朝鮮勞動黨對於北韓的統治當作是維護他的主權的命脈的話，這個時候，這個維護朝鮮勞動黨的一個絕對權威就變成第一優先。你一旦改革開放，這個絕對權威就會受到一些挑釁。朝鮮民族或者韓民族不管怎麼講，他們有一個特徵，就是他們很喜歡走極端。他們可以愛一個人、愛一個君主，愛到死愛到這個流淚，但是可以轉眼之間就把他打進地獄對於這些朝鮮勞動黨領袖來說，我一旦改革開放，讓別人知道我曾經過去的革命歷史包括在長白山的革命歷史還是這個韓戰的歷史，其實是在外國人的幫助下面做的那麼這種真相一旦在朝鮮的民眾當中被知道了之後，朝鮮勞動黨以及金氏家族，他們的前途可能會非常可怕。我覺得最好對照組可能是李明博是，當年把李明博捧得跟天上一樣當時首爾市長的時候，哇，那時候台灣還有很多媒體去做了特輯，清溪川工程，結果轉眼間李明博已經在牢獄裡面了。是，對，所以其實這是韓民主的特色。你今天分裂了那麼久，他們的底層邏輯是一樣的，是一樣的。愛你的時候把你捧上天，恨你的時候，那最聰明大概文在寅，退休之後只是躲在家裡耕田這樣子，就是避禍就對了。是的。所以我有子良計這個好。那我想講到，當然朝鮮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思想是，這叫主體思想塔。這個標誌着北朝鮮整個思想的邏輯脈絡。剛才學長提到一個名詞叫先軍主義嘛，而且先軍政治這兩個怎麼一結合在一起看？
主體思想提出，這個是我自己在1980年代末期就做了一點研究哈。主體思想它相對的一個對象其實叫做世大主義。世大主義就是原來這個高麗跟朝鮮李朝他們面對中國時的那個態度，就是我們侍奉大國哈，叫世大。那麼侍奉大國的時候就一定程度上要卑躬屈膝。他們強調主體思想，就是我反对世大主義，反对世大主義，反對在政治利益上面對於中國以及蘇聯的一個臣服。同時呢，他也反對在這個其實他講的是所謂思想體系上面對於這個蘇聯版的馬克思主義以及中國版的馬克思主義的臣服。他強調他的思想不是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主體思想，是適合朝鮮民族發展方向的社會主義思想。換句話說，就具朝鮮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所以主體的重點來在這個所謂思想的層面、文化的层面，也是必須是朝鮮民族的一個以它為主的哈。並且要實現這個自主的重點是要去強化它的軍事力量，所以他認為他的軍事力量跟其他各國的比例都不一樣，他要大得多。我們知道他今天有120多萬軍隊，這個軍隊的規模其實接近美軍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甚至一度還超越了俄軍。是的。可是我們知道這個北韓的人口呢，其實跟台灣差不多。对。可能還略少一點點啊。他以這樣一個人口支撐這樣大規模的軍隊，他的重點還是要維護他所設想的這樣一個主體的角色啊。那麼這個主體思想，它還有其他體系，就是包括經濟的、工業、農業、科學的等等這些，它都把這個所謂主體這樣一個概念貫穿進去。當然，在現實當中，它未必能夠實行了。這個經濟啊，還有科學技術，這都需要交流的，你沒辦法閉門造車就可以做出來啊。可是他們這樣一種強烈的自尊，你可以感受得到。那麼這個主體思想塔呢，我們在這裡看不到它的比例哈。如果你親臨現場，你會發現它非常高大，它要比北京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大概高了3倍以上。其實我們如果到平壤，你會發現這個平壤這個城市非常像一個他們痛恨的帝國主義國家的首都，就是華盛頓，啊，但是它的規模看起來比華盛頓還要壯觀。好壯觀，這是在河邊。這就是華盛頓紀念碑。对，它比華盛頓紀念碑還要高啊！它是用那個壓倒帝國主義的方式反對帝國主義。同樣，平壤還有一個凱旋門，也是比巴黎的凱旋門要高。我想這也是他們的一個朝鮮民族特色。朝鮮民族，另外他也沒辦法擺脫，就是說我要超越美國主義，用什麼方式呢？結果他還是有點像華盛頓紀念碑。所以你美國人發展航太產業，我也發展航太產業。是，你射火箭，我也射火箭。你丟衛星，他最近也丟了一顆衛星上去了。是。所以這一種愛面子的精神，在南韓的呈現就是愛整形。是。他們民族隔了那麼久兩個國家，但是其實底層邏輯一樣，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對韓國人來講，畢竟有袁世凱啊，講白就是有駐軍嘛，他沒辦法自主的情況之下，那他就是呈現在社會經濟方面。所以他社會經濟要做到很強，要很拼命，要竭盡一切的榨乾自己，呈現出這個經濟。那對標的就是北朝鮮走上的就是先軍政治、主體思想，我就是要非常的窮兵黷武。而且我還告訴你，我在這窮兵黷武之下，我還活下來，而且活得比你好。所以這也導致了我們可以說北韓無法走改革開放之路。很困難。因為你等於取經中國，那你又回到中國的脈絡下，又是四大主義。那另外我要維持主體性，我就必須要有大國來平衡，對不對？是。那跟俄國之間的交流，還有就是其實他也善用了一個，就是朝鮮有一個很短的跟俄國之間的邊界在這裡，這是不是也有關係啊？這很有關係。就是說，其實不管是在高麗時期，還是在這個朝鮮李朝時期，這個整個朝鮮半島後來的大韓帝國，他們都很想要去尋找這個兩強之間的平衡啊。就是說，這個原來高麗跟朝鮮王朝的時候，他們對於他們作為中國的藩屬這件事情，其實是覺得很屈辱的啊。那麼當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把這個烏蘇里江以東割給俄國的時候，這個朝鮮李朝就跟俄羅斯接壤。接壤的時候，當時他們的這個朝野上下都歡聲鼓舞，歡欣鼓舞，都狂歡了哈，說我們終於有了第二個鄰國。那這個他們當時就覺得自己的地緣政治的這種價值提升了，他們的國家安全也提升，他們這樣。那麼在後來，我們知道在韓戰的時候，其實他們一直利用中蘇之間對他的同時的支持，以及韓戰結束之後，他也利用中蘇之間的競爭來兩個競相援助他，所以他一直在中蘇、中俄兩個大國之間在玩這種平衡遊戲，在中間謀取最大的利益。
那麼今天呢，這個我想在他們的內心當中，對於中俄的靠近啊，他其實他是有一定的忌惮的。他覺得中俄的靠近让他們自己作為這個重要的籌碼或棋子的這種價值就會有點降低了哈。所以我這個也是可以做個補充，就是說他們今天這個態度，今天的態度忽然變得很強硬，跟他覺得中俄之間在一些這個問題上面消除分歧，尤其在遠東的議題上消除分歧，其實這個北韓它是有一點危機感的。中俄的接近導致一個事情是北朝鮮衝得更快，是，因為金正恩是第一個承認烏東四州併入俄國的國家，是，也是少數到目前為止承認的，因為中國都反對啊。是的，對，所以這個其實也體現一個問題是，它這個不是四大主義，它這個反而是一個主體思想平衡戰略的必須。也就是說，你中俄國好是吧？那我就比你跟俄國更好。是，那因為俄國的主體不在東方嘛，而且俄國也很難併吞朝鮮，實質化是這樣。是的。OK 所以在這個俄烏戰爭當中，他對俄國提供的一些跟軍事相關的援助，他也不太去掩飾啊。所以這個他反而想凸顯我跟他很好。對。那另外一個國家過去非常被人家忽略的，但是它其實也是共產國家是誰呢？這個老挝啊，台灣叫做寮國啊，這為什麼看起來主要就是這個中老鐵路的暢旺哈，竟然呢2500萬旅次啊，這個很快啊，到去年年底的時候，而且呢，這麼當中呢，貨物運輸3000萬噸啊，跨境貨物620萬噸哦，事實上已經超過了外界的評估跟估計啊，因為當時在蓋中老鐵路的時候，很多尤其西方國家一直警告寮國說，你會欠下巨額外債，你這個也會賠錢哦。那目前看起來，這個旅客不僅多啊，而且呢，這個各種方面都新高，比如說單日旅客發送量也是新高啊。12月30的時候，單日人來到12000多人哦。那這個而且還不斷的在往上拉升哦，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貨物也新高，這同比增長94.91%啊，已經來到了這個進出口貨物啊，2023年來到400多萬噸了。以寮國體量來說，這差很多啊。那另外，因為它是一個智慧型控管嘛，科技訊息化，所以在很多的口岸啊，這些這個掃描單列列車只要1到2分鐘，也就是大幅又降低了這一個所謂中老之間的這個通運的一些問題哦。我們再強調一次，我們就翻譯寮國哈，但是因為老實講，我們才不太關注寮國，所以新聞都是來自大陸或者是這個香港啊，所以呢，我們就統一使用老撾吧。好，那這樣的情況你可以看到各種品項啊，好，然後而且重點還通到泰國去啊，這個就是中老鐵路啊。中老鐵路一路從昆明啊開到萬象，就是老撾的首都啊。好，學長你怎麼看哦？就老撾其實它現在正在加速跟中國接近的這個速度啊。那這個是老撾的國家主席啊，通倫啊，相當於習近平的這個位置啊。好，因為他們也是一個類似跟越共、中共跟這個我們說的寮共或者老共哈，其實是有類似的一個這個結構啊跟架構。這很有意思啊，就是在中南半島上的這些共產國家，它慢慢都走向了所謂的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路線啊，也就是鄧小平的這種改革開放的這個路線哦。比如說最近我們上一期我們談到這個中越關係的緩解嘛，好，那這一期我們來聊聊這個老撾，它就跟北邊的這個朝鮮完全走向背道而馳的道路，但它的更艱困，因為它是個內陸國家。我們看這個位置啊，完全被包起來啊，這在這個地圖的中間啊。我想理解他們啊，寮國老撾的這個歷史，其實可以跟這個北韓朝鮮半島做一個對比。朝鮮半島其實它跟中國的一個關係是一直他們想要擺脫中國的影響，即使是在他們看起來所謂很恭順的時代，當時這個作為中國藩屬的時代，他們對於只有一個鄰國這件事情覺得是很焦慮的。但是對於這個老撾來說是相反的，老撾的建國之後，他面臨的強敵啊，其實在他的左右都是他的強敵，一個威脅是來自越南，另外一個威脅來自於泰國啊，甚至於緬甸對他都有一定的程度的威脅。他在這種情況下，他必須去借助中國的力量去避免他旁邊的那些強鄰吞併他。那些強鄰哈，它有一個特色，就是他們都是中等國家，他們基本上是靠地形優勢來抗拒中國對他們的影響啊。那些國家本身的體量因為也不小，我們看地球上多數國家都是越南、泰國、緬甸這種規模的，對，他們是
由於地形自然形成的哈，中國是特例，所以变很大。那麼他們很可能會讓這個這裡南掌，也就是遼國老挝失去它的獨立。這個是明朝的時候的這個地圖啊，這個南掌就是古代的老挝。對，所以他們曾經歷史上也分成三塊之後，分別向不同的地方效忠。這種情況就是讓他有一個內在需求，需要跟中國連接。而後來的我們看到這個老挝共產黨的出現，它在一定程度上哈，它跟中國也有關係，跟這個越戰也有關係。老挝沒有介入越戰，但是美國覺得他是越共的盟友，所以轟炸他，炸得他很慘。美國人沒想到的是，這種轟炸事實上是促進了老挝共產党的崛起，就是讓他變成了這個抗美愛國的英雄，變成這個老挝的合法執政黨的一個這根本的原因啊，就是美國人經常做的這種事哈。那麼变成這個之後哈，其實因為越南曾經在東南亞很強勢，所以在這個1979年陳越戰爭的時候，老挝是站在一個略偏越南的角色，他不敢公然的去偏越南，他略偏越南。可是後來在這個越南的經濟變得就是說落後於中國的一個情況下，老挝自然的他去向中國靠近啊，向中國靠近，他之間也沒有像越南那麼大障礙，因為雙方畢竟沒有發生過戰爭，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就是說中國它需要把一帶一路向中南半島推進，而越南是忌憚中國的影響，所以他在比如說修建鐵路這件事情上，就對於中國很抗拒。他覺得不希望中國把鐵路修過去，這樣子，尤其是需要一個縱貫南北的鐵路，對他的全境都要做測繪。萬一哪天打下來怎麼辦？對啊，所以變成軍事入侵路線。对，所以越南一直要拿日本來平衡中國，可是日本現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哈。对，日本狀況很多。對，日本所要提供的那種就是要價是越南也付不起，越南付不起。這種情況下，中國就是說我先做中間這一段我可以給越南、緬甸、泰國都做一個示範，就是我做出來效果如何，我再透過這個老挝我延伸到泰國去，這樣子。整個物流還有帶動經濟成長的規模，會讓你們感到震驚，非常大，以至於說，這跟現在越南越共跟中共的接近有直接關係。越南看到旁邊的老挝發生了這樣一個變化，於是產生了某種焦慮感啊。其實泰國跟緬甸也產生了某種焦慮，因為我們看到老挝的狀況跟看到朝鮮的狀況剛好截然相反哦。是。老挝反而帶動了鄰近地緣的跟中國來接近，所以就有我們上一次跟老師在聊的時候聊到的這個中越之間呢，這個再確認一下關係。美國去了之後呢，反而越南很積極的請習近平到越南來坐，然後順便談一下鐵路的問題哦，那也放棄了日本嘛。是，那。反而是這個，我們剛才談了很多的北朝鮮，他是對中國人那個防備之心。可是我們又看到當年這個金正恩去跟川普見面的時候，他第一先去找習近平，去跟他借飛機，要坐火車去，然後先聊一聊，先跟他確立一定關係。哇，這是很有意思。如果我們把兩個綜合對比，我們做個結論吧，學長，就是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模式，固然我們今天有討論到它現在轉型的問題有一些障礙，可是實質上對於這些周邊國家來講，有很強的示範效應。但是這兩個剛好形成一個極端，就老挝它是因為長期被越南壓着喘不過氣，那現在終於慢慢的有機會了，然後他就把它衝最快，它鐵路都蓋好了。那這個朝鮮其實中國長期以來就都一直想幫他。但他就拒絕的最徹底，但他又一直維持跟中國關係還不錯。那我們做個對比，做我們今天的這個結論吧。傳統的影響很大，就是朝鮮一直在對他地緣政治的評估上，他有一個判斷。就是說，中國對他的需求很大，這種需求可能導致對他政治上的一個主導，所以這種情況下，他要跟中國既取得中國的利益，但是又排斥中國對他的控制。這種情況下，就是說中國模式的改革開放對他的威脅比較大，所以他到現在為止不能接受那個。但是對於這個遼國來說，他覺得中國對於中南半島永遠沒有辦法進行那麼大規模的。歷史上，中國從來沒有統治整個中南半島。對，那只有越南北部那一小塊哈。那麼他沒有辦法進行那麼大規模的，所以他的政治獨立，他大致可以得到保持，尤其是他對中國的需求，即使是政治資源方面的需求，他也是比較大的。從這種情況下，讓他去接受中國模式，並沒有困難。何況哈，就是說，對於這個老挝來說，他的這個整個的民族性啊，其實我們講中國跟越南的在某種深層文化上的接近程度是高過朝鮮半島的哈。老挝也是一樣，跟泰國也是，老挝、泰國他們是
文化上是差不多一致，很接近的民族。那他們跟中國雲南也又有關聯，所以他們在這一個經濟的理念上面，還有關於怎麼錢的這種理念上面，這些理念跟政治之間的關係的理念上面，其實跟中國比較接近所以很自然他不太有這方面的一個顧忌，所以他不需要去擔心說我的家族統治喪失會讓我的這個政治自主喪失掉了，相反，他需要經濟的成長來去鞏固他統治的合法性。所以一個需要加強他的經濟的發展來鞏固合法性，是一個只能繼續加強軍事跟協同的純正性，來強調合法性。是，所以各位同學，這個政治上总是非常的魔幻哦。那最後一張圖，我們還是回來這個中美啊，我一句話結論就是說，中國的模式確實在中国的地緣周邊的國家形成很巨大的一種。這個你可以說有參考性、引領性，也可以說會促使它往另外一個方向漲。好，就朝鮮就是完全往另外一個方向漲。中國跟美國關係也是不斷在震盪衝擊這些地緣國家的一些選擇，好跟發展。你看越南就是這個樣子，好，它因為在歷史上被中國統治過，所以呢，它對中國一直非常有戒心。可是呢，但是它又離中国都城太遠。所以他這個四大主義呢，又不需要這麼明显，因為他沒有那麼強的政治表態的被需求性。是。中國有很多的朝代，比如說這秦末天下大亂的时候，趙佗就雄踞嶺南到越南這麼長達這麼多年，那中國這漢朝政府根本不管他，沒有那麼大的政治需求。可是朝鮮因為距離中國中原太接近了啊，它又有這個政治上的需求，所以那種不同的歷史脈絡很多拉扯。那所以他們對美國的這個需求，遠近需求也差很多。是。好，这像朝鮮。他这因為跟中國地緣太牽扯、太糾結了，所以他不能跟美國走太近。但越南呢，他就可以跟美國走比較近。好，所以我想把這兩期串起來看，大家應該會得到很多的啟發了啊。那我們今天呢，我們的這個就聊到這裡了。最後還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打開小鈴鐺，最重要是加入我們的會員，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也歡迎大家可以超級留言、超級感謝，好，讓我們看到你的想法跟看法。然後呢，也可以透過線下綠界、PayPal、微信、支付寶還有郵局，給我們更多的贊助糧草，讓我們可以繼續做下去。那我們今天禍來座談，再次感謝吳乾老師，謝謝。那我們的專家講堂就聊到這裡了，好，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見了，拜拜。拜拜。